说起杜甫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忧国忧民，觉得他老是愁眉苦脸的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杜甫写起艺术鉴赏来，那也是一等一的高手。他不仅懂画，还懂画家的心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首《韦凤陆氏翟官曹将军画马图》，就是杜甫在看了大画家曹霸的画作之后写下的一首观后感。这观后感可不简单，把一幅画、一个画家、一个时代，还有他自己的心事，全都揉了进去。先交代一下背景，这是杜甫在成都的时候，一个朋友叫韦凤，家里收藏了一幅曹霸画的马图。曹霸是谁？他是盛唐时期最著名的画家之一，尤其擅长画马。据说他画的马，连真马看了都以为是铜瓣。唐玄宗时期的皇家马厩里，那些名马都被他画了个遍。可后来安史之乱爆发，曹霸跟很多艺术家一样，从京城流落到四川，生活穷困潦倒，靠给人画画糊口。杜甫在韦凤家看到这画的时候，曹霸已经是个落魄老人了。来，我们先完整的读一遍这首诗，感受一下杜甫当时看到画时的心情。国初以来画鞍马，神庙独属江都王。将军得名30载，人间又见真诚黄。曾茂先帝照夜白，龙池10日飞霹雳。内府殷红玛瑙盘，结于传诏才人所。韩赐将军拜武归，清完细起相追飞。贵戚全门的笔记，始觉屏障生光辉。昔日太宗全毛瓜，近时郭家狮子花。今之新图有2马，复令使者9探阶。此皆奇战1敌万，缟素脉脉开风沙。其余7匹一书绝，迥若寒空冻烟雪。双蹄簇踏长秋间，马关饲养森成列。可怜9马争神骏，故事清高气深稳。借问苦心爱者谁？后有韦凤前之盾，一夕寻幸新丰宫。翠华伏天来向东，藤香磊落3万匹，皆于此图金古铜。自从献宝朝和宗，无复社交江水中。君不见金粟堆前松百里，龙眉去尽鸟呼风。读完之后，是不是感觉信息量很大？杜甫这首诗就像一部纪录片，有回忆，有特写，有评论，有感慨，层次特别丰富。我们一句一句来看。开头4句，国初以来画鞍马，神庙独属江都王。将军得名30载，人间又见真诚黄。杜甫一上来就给了曹霸极高的评价。他说，开国以来画马的画家不少，但最神妙的要数江都王李煦。而曹霸将军成名30年，画出的马堪称真正的橙黄。橙黄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马。杜甫这是说，曹霸画的马不是普通的马，是神仙级别的马。这评价高到天上去了。接着杜甫开始回忆曹霸当年的辉煌。曾茂先帝照夜白，龙池10日飞霹雳。曹霸曾经给唐玄宗的坐骑照夜白画过像，画得太传神了，龙池边上10天都像在打雷闪电一样，惊动了天地。这当然是夸张，但说明曹霸的画技确实神了。内府嫣红玛瑙盘，结于传诏才人所。皇帝一高兴，赏赐给他珍贵的玛瑙盘，宫里的妃子们都传下旨意来向他要画，那场面风光无限。韩赐将军拜武归，清完细起相追飞。贵戚全门的笔记，始觉屏障生光辉。这4句写曹霸得宠之后，拿着赏赐回家，一路上达官贵人送的绫罗绸缎像飞一样追着他。那时候谁要是能得到曹霸一幅画，家里屏风都显得有光彩。杜甫写这些，一方面是在夸曹霸当年多牛，另一方面也在为后面的落魄做铺垫。然后杜甫提到了历史上的名马，昔日太宗全毛瓜，近时郭家狮子花。全毛瓜是唐太宗的宝马，狮子花是郭子仪家的名马。这2匹马都是历史上的传奇。曹霸的新图里画了2匹马，让识货的人看了都久久赞叹。这说明他画的马有资格跟历史上的名马相提并论。接下来是整首诗最精彩的部分，杜甫开始细致地描写画中的9匹马。此皆奇战1敌万，缟素脉脉开风沙。其余7匹一书绝，迥若寒空冻烟雪。他说，这些马都是能在战场上以1敌万的战马，画在白色的绢帛上，仿佛能看到脉脉风沙。迥若寒空冻烟雪，这个比喻太妙了。那些马在寒冷的空中奔腾，就像搅动了烟雾和雪花，动感十足。双蹄簇踏长秋间，马关饲养森成列。马蹄踏在秋树大道上，马关和饲养员整齐地排列着。这个细节特别真实，让人想象出皇家马厩的壮观场面。可怜9马争神骏，故事清高气深稳。最妙的是这句，说9匹马各有各的神骏之处，他们回头看的样子清高而气度深沉稳健。这哪里是在写马，分明是在写人。
写的是那些怀才不遇但气节不改的世人。到这里，杜甫突然插了一句：借问苦心爱者谁？后有为凤前之盾。他想问，历史上真正懂得欣赏这些马，费尽苦心去爱护他们的是谁？前面有东晋的高僧之盾，后面就是现在的韦凤了。这是在夸韦凤有眼光，能收藏曹霸的真迹。然后话锋一转，杜甫开始回忆玄宗皇帝当年的盛况。一夕巡幸新丰宫，翠华伏天来向东。当年皇帝去新丰宫，华盖遮天蔽日，向东而来，藤香磊落3万匹，皆与此途金古同。那时候皇家马厩里奔腾跳跃的3万匹马，都跟这画里的马一样，筋骨强健。这是在说，画里的马不是虚构的，它们代表着盛唐的气象。但紧接着就是最沉痛的部分，自从献宝朝和宗无复涉交江水中。这里用了2个典故，献宝朝和宗指的是周穆王西征到黄河建了河伯，献上了宝贝，意味着周朝的衰落。涉交江水中指的是汉武帝在长江射蛟龙的壮举，那是汉朝强盛的象征。杜甫是说，自从玄宗去世之后，唐朝就再无昔日的雄风了。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，龙眉去尽鸟呼风。金粟堆是唐玄宗的陵墓，龙眉指的是良马。他说，你看那玄宗陵墓前的松柏里，良马已经不见踪影，只剩下鸟儿在风中哀鸣。这画面太凄凉了，昔日的辉煌，如今只剩下荒凉。最后杜甫感慨道，但看古来圣明下，终日砍懒缠起身。自古以来，名声显赫的人往往一生坎坷困顿。这不仅是在说曹霸，也是在说杜甫自己，说所有怀才不遇的人。他由一幅画想到了一个画家的命运，又想到了一代帝王的兴衰，最后想到了所有天才的共同悲剧。这个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。这首诗最打动人的地方是杜甫的悲悯之心。他看画不只是看画的有多像，技法有多高超，他看到的是画家背后的辛酸，是时代背后的沧桑。他看到曹霸这样一个天才，因为战乱而流落民间，衣食无照，只能靠卖画为生。杜甫自己也是漂泊西南天地间，对这种怀才不遇的痛苦体会太深了，所以他在诗里既是在为曹霸抱不平，也是在为自己，为天下所有沦落的天才发声。从艺术手法上看，这首诗结构非常巧妙，它像一部纪录片，镜头不断切换，从曹霸的辉煌过去，到画中的9匹马，再到韦凤的收藏，然后拉远到玄宗时代的盛世，最后聚焦到陵墓的荒凉。这种时空的跳跃，让诗歌的容量变得极大，不只是讲一幅画，而是讲了一个时代的兴衰。杜甫写马，其实是在写人。那些故事清高的马，那些骨气非凡的马，不正是那些不肯向现实低头，保持气节的世人写照吗？曹霸画马画得那么好，但自己却终日砍懒。杜甫写诗写得这么好，也是漂泊西南。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千里马，却都没有遇到真正的伯乐。今天我们读这首诗，依然能感到那种深深的共鸣。多少有才华的人被时代埋没，被环境所限，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。杜甫在1200多年前就为这些人写下了最深刻的理解。他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艺术不只是记录美，更是为那些无声者发声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